Hello， 大家好，欢迎各位观众再次回到卡拉班生存游戏频道。之前的影片我们曾经介绍过，从烟体后方出枪时，到底有哪些常见的出枪脚步？如果各位观众还不清楚这个下半身的，你们想到哪里去啦？我是在讲下半身的出枪脚步，不可以色色。如果各位观众还不清楚什么是出枪脚步，可以参考这支影片，考古复习一下。话说回来，这次的影片我们将注意力转移到上半身，一起来看看什么是枪背带，以及要如何使用枪背带。老样子，在影片开始之前，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请记得按赞、订阅、加分享，让我们有更多的机会能够继续和您分享我们多年游玩生存游戏的宝贵经验。或者你也可以选择加入卡拉班脸书联络处与我们联系。枪背带指的是一种专门用来配挂枪支的挂绳，主要目的是在帮助射手能够在腾出双手的情况下，持续将大枪佩戴在身上进行其他操作，像是快速抽取小手枪，或是拿手机讲电话、路边小便等等等等。因此，枪背带常常被生存游戏玩家戏称为第三只手或者是咸猪手。目前在台湾生存游戏场上常见的枪背带主要可以区分为单点式枪背带、双点式枪背带、3点式枪背带。其中，双点式枪背带还可以再细分为传统双点式枪背带、可调双点式枪背带。不论是何种款式的枪背带，在使用上，除了最基本单独套在脖子上的用法，你也可以像是侧背书包那样，将枪背带斜背套在肩膀和躯干上。但需要特别注意的是，枪背带在使用的时候，枪背带扣环一定要坐落在非惯用手一侧，和小枪分开。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避免在下方大枪时增加抽取小枪的难度。有敌人！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枪背带除了快速下放大枪、抽取小枪之外，它还有一个广为人知的功能，那就是大背枪。大背枪顾名思义，就是将枪支背负在射手的背上。这是一种适合应用在搬运东西、爬梯子、翻墙、恶作剧等大动作的枪背带佩戴方式。然而，并不是所有款式的枪背带都适合进行大背枪佩戴。首先，单点式枪背带就是无法进行大背枪的枪背带款式。这种枪背带只提供少数的佩戴方式，最初设计的目的是为了应对短时间的作战情境。在快速放下大枪的时候，枪背带挂绳与大枪会呈现直线垂直的关系，在使用上特别容易受到玩家身高和玩具枪枪管长度的影响，导致玩具枪枪口容易撞击到地面，甚至是插入土里，造成玩具枪损坏。这个问题会在射手处于跪姿并佩戴长枪管玩具枪的时候尤其明显。枪口撞到地板了啦！哦，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给我注意点！哦，对不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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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这种枪背带也无法有效平均分散枪支的重量，不适合长时间背负。不过，由于它操作简单且容易上手，无论是新手、老手、左撇子或右撇子的玩家都很适合使用。再来，双点式枪背带则是比较适合长时间使用，并有效进行大背枪的枪背带。这种枪背带提供了3到4种的佩戴模式，你可以根据个人的需求去选择佩戴的方式。在快速放下大枪时，枪背带挂绳和大枪会形成类似三角形的关系，帮助提高玩具枪枪口位置，降低与地面碰撞的几率。因此，使用长枪管玩具枪的生存游戏玩家选择双点式枪背带就没有错啦。不过说了这么多，到底双点式枪背带要如何进行大背枪操作呢？一般而言，使用传统双点式枪背带的生存游戏玩家，在进行生存游戏时，为了能够左右手快速交换持枪，多半只会将枪背带套在脖子上。在这种状态下，如欲进行大背枪操作，射手必须先将非惯用手穿过套在脖子上的枪背带挂绳洞口，变成斜背状态，接着借用大枪的重量，顺势将大枪甩向背后即可。相反的，如果想要取回大枪，则在使用非惯用手向后随便抓取大枪枪管的任意部位，
将大枪抽回至身体正前方，并让非惯用手抽离套在脖子上的枪背带挂绳洞口即可。我们来看一次连续动作。如果是使用可调双点式枪背带进行大背枪操作，唯一的差别在于，在将大枪甩向背后之前，多了一步先收紧枪背带的步骤。同样的，如果想要取回大枪，则在使用非惯用手将大枪抽回至身体正前方，并放松枪背带的长度，即可正常使用。就是这么简单。最后，3点式枪背带是操作最复杂、佩戴方式最多变、搭配枪佩戴舒适度最好的枪背带款式。不过，这种枪背带在进行大背枪的操作过程非常的不直观。如果自行摸索，不仅很难在短时间内厘清，你甚至有可能不小心将自己勒死，惹出笑话。3点式枪背带有什么了不起？大背枪我也可以。那么，3点式枪背带到底要怎么进行大背枪呢？先解开靠近枪口的快扣，并将3点式枪背带的第2圈挂绳单独套在脖子上。接着，让双手穿过第2圈挂绳洞口，使枪背带停留在后腰处，然后同时将步枪高举过头。此时，重点来喽！在玩具枪完全放手丢往背上之前，你必须再次使用非惯用手，将阻挡在脖子前面的挂绳拉高抬起，使其穿越过头部。如果不这样做，你就会像路人妖一样将自己勒死。最后完成上述动作后，即可完全放开大枪。如果动作正确，你会感受到大枪扎扎实实地贴附在你的背上。相反的，如果想要取回大枪，先用非惯用手握持大枪枪管，斜斜地朝着惯用手肩膀方向推起大枪。接着，惯用手试着脱离背负在右肩的枪背带挂绳，然后你可以借用大枪的重量，顺势将大枪甩回身体正前方使用。我们来看一次连续动作。看好喽，我只示范一次哦。哎呀！非常感谢各位观众愿意将影片看到这边。其实，在生存游戏场上，大背枪并没有想象中的实用，主要是在进行大背枪佩戴的时候，抽取小枪的速度不够快，如果不幸遭遇紧急状况，会来不及应对。有敌人！为什么逃不过去？因此，大多数生存游戏玩家为了能够快速抽取小手枪，不论是使用何种款式的枪背带，在使用上都是以快速下放大枪为主。尽管这么做会影响射手移动的机动性，但却好过来不及快速抽取小手枪，应对紧急状况要好得多。除非必要，或是当下作战情境足够安全，否则很少会有生存游戏玩家为了抽取小枪而特地进行大背枪佩戴。不过，大背枪还有一个好处，就是拍照的时候非常帅气。如果你是对大背枪操作很感兴趣的人，可以参考我们上述的影片内容，在家里独自尝试练习。好啦，这次的影片就先拍到这边，希望你们喜欢这次的影片。我是阿耀，我们下次见，拜拜。Word, I don't even need no lies. Ayy, got my own little spot. Ayy, look me in my eyes. Yeah, all your dreams gon' die. Word, same old day with the same old flow.